磨蹭什么呢？哎，这个都是我。哎，七爷，咱回来不是投奔二少主的吗？他咋把咱丢这儿不管了？嫡长主也是你能编排的，只要咱们对二少主尽忠，他自会许我等前程。来，继续，白金爽。你手往哪搁着呀？全部拿下，留活口。来人，带去行训。是。行溜的，有种你就活剐了老子！我要皱一下眉，就你孙子！我还未自报家门，你就知道我行溜。看来嫡长主没少提起我。什么他妈狗屁的嫡长主，老子根本就不认识。都招了。少他娘的渣老子！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，也指证不了谁。倒是你们用了私刑就是屈打成招，按照新川的刑律，口供就不得作数，是吗？西爷如此嘴硬，看来我二哥许了你极好的前程。但像你这样的亡命之徒，不可能任凭我二哥摆布。你一定留了他的把柄吧？他给你写了文书。刘少主，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。什么他妈狗屁文书，老子根本都没有。你不说，我可以一处处的查。你进城以后，我就派人跟踪你。你先去了驿站，然后去了酒楼，再是去了茶肆、当铺。你又不缺少银两，你为何要去讨洞？少主这次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哼，你懂什么？小的不懂，但小的知道，少主从小写字写久了就会酸痛难忍，所以还是请您多听太医的。得空啊，就热敷着。父亲啊，他一直说我是兄弟里边写字写得最好的，但唯有勤写、苦练，才能让他老人家满意。这幅字已经写好了，你去把它裱起来。明日我拿它给老父亲去瞧瞧。是。少主。刘少主先行一步去取证据了，
我们尽快将这些人送往刑狱司。是，走。受伤了吗？我没事。事情还顺利吗？证据找到了。都已经拿到证据了。怎么还是不太高兴啊？这一旨罪状告到主上，嫡长主难逃一死。我想过无数次要一笔之道还施彼身，但如今真走到这一步，就有些犹豫。我们乡下地上放苹果。一筐苹果里，如果有一个烂掉了，那其余的都会烂掉，所以没办法，就只有将那个烂的挑出来。可人到了某些位置，终究会身不由己。我怕我也会变成那样。你不会的。你本性就不是个坏人，但如果真的有一天，你真的在某件事情上犯了错，那我也不会离开你，我会打你、骂你，把你打醒、骂醒。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给我起来！我说话你不听了是不是？你跟二哥较劲，以后兄弟间怎么自处？父亲，让父亲怎么看你？有些事情可以据理避案，但如果少主触犯律法，还不论对错，我就不明白人质宫门的意义了。你哪有人质？你已经被停职了。告诉你，我现在在这儿都是不应该的，完全是我对你最真挚的情感驱动我。哥真的怕你走上绝路，你这是在负伤你哩。三哥，我不是意气用事。主上是万民的主上，律法亦是万民的律法。身为船主，
我相信主上自有决断。六少主，请。儿臣停职期间私自查案，愿受责罚，绝无怨言。但假币案已水落石出，还请主上决断。按新传律，你二哥当初极刑。少主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但刑律第236条，若少主犯错，向天下呈谢罪书，流放边境，可抵死罪。主上，小人帮您揉揉吧。头风是顾忌，不下猛药，就只是延缓罢了。老六是什么都想到了，他私自查案翻经，可是他找到了证据，姑就不能罚他落人口实，连对老二的处置，他都替姑做了决定，将老二流放到苦寒之地，就可以免他的死罪。姑只能按他说的做。主上，六少主这么做，不全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保全主上的儿子。他确实不只是为自己，可缘何要这么做呢？是人都有眼睛，看得明白，真是费心了。老二的字是姑手把手教的，他现在写的是越发好了，字中有君子如风，
人却没有。姑一介庶出，走到如今，失去了多少，只有姑自己明白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姑就在想，一定要好好抚养自己的嫡长主。他既为嫡长，就不会再经历姑从前经历过的一切。姑严格要求他将他抚养成人，他就能一生顺遂。可终究，或许经此劫难，嫡长主终能醒悟。儿子给父亲请安。过来。父亲今日好有兴致，竟邀儿子到从前受教的地方来了。你的这幅字，让姑想起了从前的事儿，就把他带了过来。你当年就坐在那张桌子上写字，比例不足，就一直练，一直练，才有如今的本事。儿子的第一笔字是父亲手把着写的。那时候光教你握笔，就教了半个月，纠正过来，隔2天又忘了。是啊，叶、压、勾、格、底这几个比例，儿子总是记不清楚。儿子驽钝。当初你的个头只是到姑的膝盖那么高，穿着杏黄的袄子，坐在宽大的椅子上还略有不稳。姑就教你坐直挺背，可是你无论如何，再怎么摇摆不定，也不往后靠，甚至都不敢扶一下近在咫尺的扶手。你3岁开蒙，正式到少主学堂读书，那是10岁。先有朝臣上折子请旨，姑下旨准许，挑选吉日，晓谕群臣，拜天地列祖列宗，并孔圣人。拜之前，还请了智力司的人来教，演练了半个月。可结果到了那天，却根本就不记得都拜了哪些圣人。那天，姑狠狠地骂了你一顿。是。父亲责罚完儿子，却屏退旁人，摸着我的头，对我说：“姑知道你害怕，姑也害怕。”你还记得？儿子当然记得。那是怕旁人对你要求太过，让你失去了孩童的天性。但是呢，也要把最重要的责任交给你，所以只能对你苛责。儿臣明白。
无论父亲对儿子多么苛责，都是为了儿子好。李红颜，你都这么大了，你入学那日还仿如昨日。父亲今日叫儿子来，是有什么嘱咐吗？没什么，老二，你就没什么话要跟父亲说吗？父亲日理万机，儿子祝父亲健康。父亲日乏了，你回去歇着吧。是，儿子告退。拿去寻一思，让他们按上面说的办吧。是。请父亲不要提起佞臣之言，为了莫须有的贪污废除嫡长，自古未有。请父亲明察，父亲，父亲。父亲是早就想废了我吧？嫡长主行之有亏，一律罢黜。日后去偏地，好好反思吧。父亲约我去学堂那天，就已经决定了吧？既然已经想好了，怎么连当面告知儿子都不敢？父亲就如此心虚吗？
相续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嫡长主，说把九传的未来由我来承担，那你却一直在扶着老刘，不就是想用他来算计我？放肆！你从前经常犯禁，姑都放过了，眼下你铸此大错，你还有何颜面天居此位？事到如今，还在说兄弟算计，你才是那个最能算计的人，德不配位。姑只后悔没能早点废掉你。我算计兄弟，我德不配位。那也是上梁不正罢了。一个做父亲的，可有一时没有算计过自己的儿子？你认我为嫡长主，可有一时信任过我？几个兄弟里边寻嘛，总算有个老六可以提携了。怎么，想用他逼我奋进，还是做我的备用啊？前门拒虎，后门引狼。说什么上朝历练，做的不好要罚，做的好要记的，这算哪门子的父亲啊？你但凡有一分的廉耻，父亲，即便是心术，儿子也以为只不过是高处不胜寒的无奈罢了。毕竟你是父亲，你允给我和母亲的未来，总不会虚言吧？到底是我狂妄，但父亲，儿子有1分的错，父亲要担上10分的责任。少主，别说了，拖下去！你根本不配做一个父亲，你不配，都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。这么有闲心来笑话我，不去接受我的护政司吗？护政司本来就不是你的，是天下万民的。不用再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。你几次僭越查实我护政司的事儿，在下边广交下旨。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？你想靠护政司巩固地位，从中牟利，中饱私囊，但不代表人人都会这么做。你这些鬼话也只有父亲会信，我会相信吗？你所做的一切，不就是想让自己上位吗？没错，在其位方能谋其政，尽其责。我自知会做得更好，为何要屈居于杜仲之下？但你有此日，与我无关，都是自己咎由自取，德不配位罢了。德不配位，竟又是这个词啊！当年父亲赐印我之时，对我说我是嫡长主，要有责任。
母亲也跟我说以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。可是之后呢，父亲就再没说过这话。只要我有一点做的不对的，就说我是德不配位。你是父亲最看重的儿子，这么多年他可从未亏待过你。若连你都感觉到不满，让我们这些庶出，岂还有立锥之地？起初是看重我，所以打压我，监视我。这一座密不透风的牢笼给我。你以为只有你辛苦了？我生下来就是嫡长主，每个人都要我扛起九川。我要学所有我不想做的事儿，但是父亲永远不会满意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未得过一息安静。有这么多兄弟，哪天你们超过我了，或者更得父亲赏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坐立不稳，总是在害怕，会不会让父亲失望？可是一个30而立之人，谁能每天只能察言观色？既然说我德不配位，就别说那些都是我的。只要我做一点点错事，就捧出一个你来，硬生生夺走属于我的一切。不过我也告诉你，在这进攻之中，只要你得逞片刻欢愉，就会有永世不灭的悲哀。你呀，终归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。登高之人，就该有跌重的准备。主上赐酒给二少主。这是父亲的意思。就这么办吧。小心！别背！晨曦，老子没有卖你，你为何要灭老子的口？要不是因为你，老子不可能一无所有，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叫太医！二哥，
么拼命，为了一个坏人还怕自己弄伤。不是你想啊，我去看他，结果他死了，那麻烦不还是我？明明是自己心软，现在知道疼了。少主，你这是又研究了什么新菜，找我试的吧？毒死你！来吧。好吃吗？不错。这个虽然是简单的小粥豆腐，但这个豆腐有4种口味：招牌混合、经典烟熏、柠檬胡椒和豉油大蒜。这4种口味的酱料都是侧夫人亲手为您调制的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少主，侧夫人，主上亲自来看您了，我们先回避一下吧。是。侧夫人，在。哎呀，快！新川主到。父亲。我听老二说，你直觉那毒酒不是姑给他的，你为何敢如此笃定？父亲虽贵为主上，但身为父亲一定会保全自己的儿子。要不是了解父亲的性情，我也不会寻遍刑律，去找到一条能够保住嫡长主的律法。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想的。父亲，无碍，都是小毛病。六少主，你保护兄长有功，这是深义之举，这回玉牌就给你了。日后若是你有所求，只要不触犯律法，姑都答应你。谢谢父亲。好了，你就好好养伤，等痊愈了再回朝吧。是。六少主不日回朝，相信咱们的酒楼也能马上重新开张。但这几日大家都不能闲着，这是我新做的工作计划。为了重新开张，我们需要筹措一些现银。如今库存已经变卖的差不多了，也算是攒够了可以再开业的本钱。辛苦你了，元英。我这儿也有一份工作计划，是关于菜品的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这是你写的啊？不，你这写的也太好了，这上面还有图呢。这是元英才会做出来的呀，这字也越来越好了。是啊，是元英先生监督的好。快给元英看看。元英先生，请过目。可行性很高嘛。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，就照着做吧。好。有的忙了。哎，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静静啊？我好久都没见到她了。没有。去哪儿了？椅子我们要搬走。
都收拾好了吗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的兵器都当了？嗯，当了，都给酒楼了。哎，咱们明天去看看租住的屋院吧。租住啊，租住，你说还得咱们自己找啊？他肯定要自己找啊！咱们从这搬走了之后，总得找个落脚的地方吧？是啊，少主当久了，好多事情啊，确实不太知道。你放心吧，我都问好了。城北的房子呢，价格便宜，而且也安静，咱们往北边看看。北边啊？嗯。北边都快到墨川了吧？快到墨川怎么了？冬天呢还能下雪，况且，咱们在没有找到新的生计之前，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。你呀，养尊处优惯了，这些自然不懂。是啊，我是不懂，所以我觉得这日子呀，是过不下去了。我们和离吧。